有买过股票的人应该都有同感吧？看别人买进，结果跌了；听说会涨就跟着买，结果自己一买就开始跌。咬牙停损之后，它又开始蹭蹭往上涨。这种事真的太常遇到了，是不是觉得心里特别憋屈？有时候晚上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看着账户里绿油油、注跌的一片，心里那个悔啊！要是当初没买的那只股就好了，要是当初听老公的话，把钱存定期就好了。甚至开始怀疑人生，我是不是就是没有财运？我是不是注定就是个韭菜命？但是姐妹们，咱们把镜头拉远一点，有一个叫沃伦·巴菲特的老爷爷，他在给股东写的信里公开过一组数据。他在过去整整60年里，平均每年的投资回报率接近20%，咱们连1年不亏损都很难撑住，这个人却能把这种赚钱的纪律维持好几十年。如果不算那些复杂的复利公式，简单粗暴地算一笔账，如果在1965年你把100万交给他打理，走到今天，这笔钱很可能已经变成了数百亿的惊人数字。这中间到底差在哪里呢？咱们在股市里赔钱的原因，跟巴菲特看的东西到底有什么不同？搞懂这个差异，整个投资的世界看起来会完全不一样。今天咱们就来像闺蜜聊天一样，把这个核心逻辑掰开了、揉碎了，好好聊聊。这不是一堂枯燥的经济学课，这是一场关于如何守住咱们钱袋子，如何让咱们的家庭财富像滚雪球一样长大的私房话。咱们先来做个场景切换，想象一下，咱们去菜市场买菜，走到那个卖青菜的摊位前，大妈说今天的菠菜5块钱一斤。你可能会说，哎呀，大妈，昨才3块5，今天怎么就5块了？便宜点吧，4块卖不卖？不卖我走了。为了这1块钱2块钱，咱们可能会跟摊主讨价还价半天，还要把那把菠菜拿起来翻过来调过去的看，看看叶子烂没烂，看看根上是不是带了太多泥。或者去商场买衣服，看到一件心仪的大衣，标价3000块，咱们会反复试穿，照着镜子左看右看，问问闺蜜显不显瘦，还要看看面料含毛量多少，看看走线工不工整，甚至还要掏出手机查查网上有没有同款，有没有打折，生怕自己买贵了当了冤大头。咱们在花这些几百块几千块的小钱时，那是相当的精明，相当的谨慎。可是到了股票市场里呢，几万几十万的血汗钱，那可是咱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真金白银啊。咱们可能仅仅因为听说这个会涨，隔壁老王买了赚了钱，抖音上有个专家推荐了代码，脑子一热，手指头一点，确认买入，整个过程可能连3秒钟都不到，连这家公司是卖什么的，赚不赚钱，老板人品咋样，工厂在哪里，有没有假账，通通不知道，就敢把以后给孩子上学的钱，给父母养老的钱一股脑的往里砸。这就好比你闭着眼睛去买房，连房子朝向、楼层有没有漏水，是不是凶宅都不看，只听说房价要涨，就在合同上签了字，这能不亏钱吗？这简直就是拿着钱在裸奔啊！咱们大部分人买股票都是在追高，新闻爆出来的时候，股价往往已经涨了一大段了。你想想看，新闻要报道某只股票很好，得有什么条件？多半是它已经涨得风生水起，变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，甚至连小区门口卖煎饼的大爷都在讨论这只股票的时候，记者才会去采访，才会变成新闻。所以当你看到新闻才去买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去接盘的。这就好比那件大衣，当所有人都穿在身上的时候，你才去买，那肯定是最贵的时候，而且过2天可能就过季打折了。那时候你穿着过季的衣服站在冷风中，看着别人换上了新款，心里是什么滋味？巴菲特正好相反，大家没兴趣的时候他买，大家吓得乱卖的时候他也买。
还记得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吗？那是真正的至暗时刻。雷曼兄弟倒闭了，华尔街一片哀嚎，全世界都在抛售股票逃命，觉得世界末日要来了，现金为王，谁拿股票谁是傻子。巴菲特却在这个时候大摇大摆地进场了。他选择投资高盛，而且是用一种很优惠的条件进场。当时大家都觉得他疯了，金融公司一家接一家倒闭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他还敢去碰金融股，这不是往火坑里跳吗？但结果呢？风暴过后，高盛活了下来，股价反弹，巴菲特拿到了非常可观的回报。为什么他做得到？为什么他敢在别人都要跳楼的时候去抄底？因为巴菲特看的不是股价这个标签，而是公司这个实体。咱们看股价线图，红了就高兴，觉得今天赚了顿火锅钱；绿了就心慌，觉得今天白干了。咱们的情绪完全被那根跳动的曲线牵着鼻子走。但巴菲特不一样，他看的是这家公司有没有在赚钱，负债多不多，未来还能不能继续成长。只要公司本身没问题，股价跌了，在他眼里就是商场大促销，是捡便宜的好机会。本来值100块的好东西，现在只要50块，你不仅不买，还要把你手里那个50块卖掉，这不是傻吗？这个差异就是长期投资赚钱的秘密。那巴菲特看公司的时候，具体在看什么呢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就3件事。咱们把它想象成挑老公或者挑合伙人，标准一下子就清晰了。第一，这个男人有没有赚钱的能力？公司有没有效率的在赚钱？第二，这个男人是不是物美价廉？现在股价便不便宜。第三，这个男人能不能长相厮守？能不能长期持有？就这样而已。什么复杂的技术分析、K 线图、波浪理论、MACD 金叉死叉，通通不用。那些东西是给投机者看的，是给想赚快钱的人看的。咱们要做的就是找个好男人、好公司，趁他还没发迹或者落魄的时候，便宜嫁给他，买进，然后好好过日子，长期持有。巴菲特不喜欢复杂的东西，如果搞不懂一家公司在做什么，不管多热门，他都不买。就像咱们挑对象，如果这个男人的工作你完全听不懂，什么区块链、元宇宙、量子计算讲得天花乱坠，但你就是不知道他靠什么吃饭，不知道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，这种人多半不靠谱，甚至可能是骗子。所以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，大家都在买科技股，随便一个带点 com 的公司都能涨上天。巴菲特说，我看不懂，我不买。当时华尔街的精英们都嘲笑他，说巴菲特老了，过时了，他不理解新经济。结果泡沫一破，那些听不懂的公司都死光了，股价跌了 90%， 甚至直接退市。巴菲特那套只买看得懂的生意反而让他毫发无伤，依然稳坐钓鱼台。直到后来他看懂了苹果，他发现苹果不只是个卖手机的硬件公司，它其实是个卖生活习惯的消费品公司。卖 iPhone 在 App Store 抽成，靠订阅赚钱，这个模式他理解了。这就好比开了个高级商场，大家不仅要买门票、手机进去，在里面买东西 App 还得给他交租金。一旦你进了这个商场，你就很难出去了，因为你的照片、你的数据、你的习惯都在里面。这个生意太好了，粘性太强了，所以他才重仓买入。理解就买，不理解就不买，这就是原则。咱们普通人也是一样，别去碰那些你听都没听过的生物医药股、矿产股，就买你身边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东西。你用的酱油，你喝的牛奶，你吹的空调，这些才是你熟悉的战场。咱们再来聊聊具体的，怎么看这个男人有没有赚钱能力呢？巴菲特最先看的就是这家公司有没有效率的在赚钱。咱们用个生活化的例子，
假设你和闺蜜小红，每人手里都有100万私房钱，想做点小生意。你开了一家奶茶店，1年下来，除去房租、水电、人工、材料，净赚了15万。用100万赚了15万，回报率就是15%。这个数字在投资圈叫 ROE， 净资产收益率。通常来说，如果能长期维持在15%以上，就算是个很不错的生意了。巴菲特就喜欢这种能长期维持高回报的公司。但是这里面有个大坑，姐妹们一定要注意，这个回报率是可以作弊的。怎么作弊呢？靠借钱。咱们再看看闺蜜小红，她也拿100万开店，但她胆子大，心气高。她觉得小打小闹没意思，她要去银行借钱，搞个大的。于是她借了400万，凑了500万，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开了一家超豪华的网红奶茶旗舰店，装修那是金碧辉煌，员工请了几十个，规模大了，客人多了，流水看着确实吓人。1年下来，他赚了50万。你看，虽然他赚的总数比你多，50万 vs 15万，但他的本金也只有100万啊。用100万本金赚了50万，回报率高达50%。看起来他比你厉害多了，对吧？亲戚朋友都夸小红是女强人，能干大事。但是别忘了，他背了400万的债。生意好的时候，大家都没事，他赚得盆满钵满，还利息那是小意思。可一旦遇到个风吹草动，比如疫情来了，或者门口修路没人流了，或者大家突然不爱喝奶茶了，你的小店虽然赚得少点，但没有债，大不了关门歇业几天，亏点房租，或者自己辛苦点看店，总是能扛得住的。小红的旗舰店呢，每天一睁眼就要还银行利息，没生意做，利息还得照付，房租还得照付，员工工资还得照发。几个月下来，资金链一断，银行就要来收铺子了，可能直接就破产了，甚至连那100万本金都赔进去了，还背了一身债。这就叫高杠杆。很多看着光鲜亮丽的大公司，其实就是像小红这样，靠巨额债务撑起来的虚假繁荣。所以咱们在挑公司的时候，不能只看他赚多少钱，还得看他借了多少钱。如果是靠借钱才赚那么多，这种有钱人其实是富翁，咱们得离远点。历史上那个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，富可敌国吧？当年那是何等的风光，连慈禧太后都赏识他。最后为什么倒得那么快？3天之内就破产了。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在蚕丝生意上用了极高的杠杆，向洋行借了巨款囤积生丝，资金链绷得太紧，容不得一点闪失。一旦市场风向变了，生丝价格跌了，或者对手像盛宣怀搞点破坏，切断他的资金流，瞬间就崩塌了。这在股市里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咱们要找的是那种手里有现金，不欠债，踏踏实实赚钱的公司，哪怕赚得慢一点，但是睡得踏实啊。接着说第二个标准，是不是物美价廉？好公司找到了，但如果太贵了，买进去也是亏。就像咱们买名牌包，包是好包，爱马仕的铂金包那肯定好，但如果专柜只要10万，黄牛却要卖给你50万，那你买下来也是冤大头。股票也是一样，怎么知道贵不贵呢？有个简单的指标叫本益比 PE ratio， 咱们别被这个专业术语吓到了。简单说，就是你买这家公司，靠它每年赚的钱，几年能回本。假设一家公司股价100块，它每年每股能赚10块钱，那你花100块买它，每年拿回10块，10年就回本了。这个10就是本益比，数字越低，代表回本越快，通常也就越便宜。如果另一家公司股价也是100块，但它每年只赚1块钱，那你得100年才能回本，这显然就太贵了。当你回本了，孙子都老了。当然，
不同行业的标准不一样。银行股通常比较低，可能5年、8年就回本了。科技股通常比较高，可能要30年、50年，因为大家预期它未来会赚更多。现在的1块钱以后会变成10块钱，所以比较的时候要拿卖奶茶的跟卖奶茶的比，别拿卖奶茶的跟造火箭的比。还有个指标叫股价净值比 PEB ratio， 就是看这家公司的股价相对于它的家底是多少。如果一家公司家底、厂房、设备、现金减去负债，每股值100块，股价只有80块，那简直就是打折大甩卖啊！但是姐妹们，这里又有坑了，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。有些公司股价跌到净资产以下，是因为它的家底都是些破烂。比如一家快倒闭的工厂，账面上机器值10个亿，但那都是老掉牙的设备，生产出来的东西没人要。你想把机器卖了变现，对不起，那只能当废铁卖，连3个亿都卖不到。这种便宜千万别贪。咱们要找的是那种因为市场情绪不好而被错杀的好公司，而不是真的烂公司。怎么区分呢？就要看它的核心竞争力还在不在。如果是因为大家恐慌才跌，那就是黄金坑；如果是因为技术落后被淘汰了才跌，那就是火坑。第3个标准，能不能长相厮守，长期持有。巴菲特有句名言，如果你不打算持有一只股票10年，那就连10分钟都不要持有它。这句话太经典了。买了股票就是买了公司的一部分，只要公司在赚钱，在分红，你就应该一直拿着。这就好比你种了一棵果树，刚种下去的时候，它只是一棵小树苗，弱不禁风。你需要给它浇水、施肥、呵护它，等它慢慢长大。这期间可能会有狂风暴雨，可能会有虫害，树叶可能会掉光，看起来光秃秃的很难看。如果你今天种下去，明天看它没结果子，就把它挖出来看看根坏没坏，或者因为听说明天有台风，就赶紧把它砍了卖柴火，怕它被吹倒，那你永远也吃不到果子。巴菲特买可口可乐拿了30多年，这30多年里经历了多少次金融危机，多少次股市崩盘，多少次有人说大家不喝可乐了，大家要喝健康饮料了，但他没卖，因为他知道不管经济怎么差，大家还是要喝可乐的，那种爽快的感觉是替代不了的。只要大家还喝可乐，可口可乐公司就能赚钱，就能给他分红，这就叫护城河。一个好公司必须得有别人抢不走的优势，是品牌，是专利，还是独占的位置。就像你家楼下那家生意爆好的卤味店，它的护城河就是那个别人调不出来的老卤汁。旁边再开10家卤味店，装修再豪华，只要味道不正宗，就抢不走它的生意。这种公司才值得咱们长期厮守。说到这里，咱们来举个反面教材，还是咱们的闺蜜小红。小红是个典型的消息灵通人士，她听消息说最近纺织股要火，因为有个什么 RCEP 协定，出口要大增。他赶紧冲进去买了一堆纺织厂的股票，刚买完确实涨了2天，他高兴得不行，请咱们吃饭，在饭桌上眉飞色舞，觉得自己就是股神。结果没过1个礼拜，热点过了，主力资金撤了，股价开始跌。他慌了，到处问人怎么办。网上的老师说还会跌，赶紧止损。他吓得赶紧割肉卖了，亏了好几万。过了1个月，又听说新能源是未来，国家大力支持，他又冲进去买新能源，这次他发誓要拿长线。结果买了没多久，又遇到调整，跌了20%。他看着账户缩水，心里那个痛啊，晚上觉都睡不好，跟老公吵架。最后实在受不了折磨，又在底部卖掉了。就这样追涨杀跌，忙活了1年，给券商交了不少手续费，本金却亏了1半，整天愁眉苦脸，皮肤都变差了。
而咱们隔壁的王阿姨呢？王阿姨不懂什么概念、热点，也不看什么 K 线图，她就认准一个理：大家都得吃饭，都得用酱油，都得买保险。她发现那家卖酱油的龙头公司每年都分红，而且分红还一年比一年多。她也不盯着股价看，有闲钱了就买一点。股价跌的时候，别人都在骂娘，她不仅不卖，还拿退休金再买一点。她说反正我要的是他的分红，股价跌了，我同样的钱能买更多股，分红不就更多了吗？这就像超市打折，我得多囤点货啊。几年下来，王阿姨的酱油股翻了好几倍。更重要的是，光每年的分红就够她出去旅游好几趟了。她每天跳跳广场舞，带带孙子，过得开开心心，完全不受股市波动的影响。这就是心态的差别。小红是在炒股，是在赌博，是在跟市场博弈；王阿姨是在投资，是在做生意，是在享受公司成长的红利。还有一个关于能力圈的故事。咱们小区有个李大爷，退休前是个工程师，特别喜欢钻研技术。听说生物医药是朝阳产业，他就去买了一只做创新药的股票。那家公司的药名全是英文缩写，什么 PD1， 什么单抗，李大爷其实根本搞不懂是治什么病的，只知道很厉害。结果呢，新药研发失败，股价一天腰斩。李大爷那个悔啊，我一个搞机械的，去凑什么医药的热闹啊。巴菲特从不买他不了解的公司，他也错过很多机会，比如亚马逊，比如谷歌，但他不后悔，因为他知道赚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才踏实。咱们也是，别看别人买什么赚钱就眼红。你是做老师的，你就关注教育股；你是做医生的，你就关注医药股；你是家庭主妇，你就关注消费股。在你自己熟悉的领域里，你比那些华尔街的分析师更有发言权，因为你是用户，你最知道哪个产品好，哪个产品是垃圾。最后，咱们再来聊聊那个最难的关卡——心态。道理都懂了，可是一看到股市大跌，心里还是慌啊。咱们换个角度想，假设你特别喜欢一款名牌包，专柜卖2万，你攒了好久的钱，正准备去买，突然有一天商场搞店庆，全场5折，这个包只要1万了。你会因为它价格跌了而恐慌吗？你会哭着喊着说：哎呀，这包怎么跌价了？肯定有问题，我不买了，我要把家里的包也卖了吗？不会吧，你肯定会高兴地跳起来，觉得捡了大便宜，赶紧再去买一个。那为什么到了股市里，好公司的股价打折了，你反而要跑呢？因为你不知道它值多少钱，你只看到了价格在跌。如果你像了解那个包一样了解这家公司，知道它每年能赚多少钱，知道它的价值所在，那么市场大跌的时候，就是你捡便宜的最好机会。巴菲特说，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，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。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股市熔断，大家都吓傻了。如果你那时候敢买入那些依然赚钱的好公司，现在早就赚翻了。这就叫人弃我取，这需要极大的勇气，更需要极深的认知。还有一个心态，叫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虽然巴菲特有时候会重仓一只股票，比如苹果，那是因为他太了解了，而且他的钱多到没处花。咱们普通人抗风险能力弱，万一你看走眼了呢？万一那家公司真的造假了呢？所以分散投资很重要，买点银行，买点消费，买点科技，东边不亮西边亮，这样你的心态会更平和，不会因为一只股票的涨跌而患得患失。投资这事儿说白了就是一场修行，它修的是你的耐心，修的是你的认知，修的是你对自己欲望的控制。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不容易，每一分钱都是辛辛苦苦挣来的，是熬夜加班，
省吃俭用攒下来的。别把股市当成赌场，别想着一夜暴富。那些宣称能带你1年翻倍、天天涨停的人，不是骗子就是疯子。真正的投资是枯燥的，是缓慢的，就像种庄稼一样，春播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一步都不能少。找几家哪怕听起来很无聊，但是踏踏实实赚钱，每年给你分红的好公司，趁着它不贵的时候买下来，然后忘掉它，去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，好好爱你的家人。等到你需要用钱的时候，或者等到你老了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当年种下的那棵小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，结满了甜美的果实。那时候你可以自豪地对你的孩子说，这是妈妈当年为你种下的摇钱树。记住这2句话，做一只耐心的狼，等猎物自己送上门，而不是做一只追着汽车跑的狗。如果不打算持有一只股票10年，那就连10分钟都不要持有它。希望大家都能在股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稳和富足。咱们下期见。